Go past it. Yeah. 哟，我在配对，我是刘佩 Pierre。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底传说宝可梦以外，第5代的宝可梦要注意哪一些呢？另外，希望可以捕捉到兽维的裂空座，还有湖中传说宝可梦，今天晚上就会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们跟我一样这么期待的话呢，按铃铛 ，Pokemon Go！ 好，我们开始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6点钟到7点钟，我们湖中传说宝可梦就会出现。我们亚太区一样会有尤克西，欧洲、非洲区就是 Mesprit 艾姆利多，北美跟南美洲区就是 Azelf 亚克诺姆，他们3个纯粹都是超能属性，所以对它最好的就是幽灵属性、恶属性。还有虫属性，我们大家也知道，其实用我们的吉拉提娜超梦有暗影球，班吉拉其实就 OK 了。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一定要捕捉，因为这个是地区限定的传说宝可梦。大家加油！好，那我们现在出门吧。好，我们首先要打的，我终于遇到卡比兽。卡比兽太强了吧！我没有想到卡比兽伤害会那么大，我觉得可能待会要重新再来一个。卡比兽这 CP 又高，再来就是它伤害也太高了。OK， 现在是连续2个卡比兽，然后我用的是蒂亚卢卡，那我以为它比较可以耐卡比兽，结果它很快就死了。好，没关系。反正他还在这里，我们再来一次好哦。你觉得好笑吗？我用一下Machamp好了，这样的话希望非常有效，会比较快。Oh my gosh， 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卡比兽太痛了，3个卡比兽，最后一个蒂亚卢卡，拜托。OK， 打败了，还 OK。我们有6颗球，卡比兽的话，我觉得每一个都要金色莓果好了。Quick throw， 拜托。1个，2个，3个，我的暗影卡比兽，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 这算吧，这算 Pokédex 吧 ？IV 很烂，但没关系，至少还是暗影卡比兽。我刚刚用了巨星怪，也用了蒂亚卢卡，也用了 Machamp， 但是我觉得都还蛮难的。你们平常如果是打卡比兽的话，是用哪一些宝可梦呢？以下留言告诉我，因为我觉得我可能都用错了。我觉得台湾太可爱了。我刚刚经过大安森林公园，就突然间看到很多阿公阿嬷，他们都在打他们自己的脚。我在台湾已经4年多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画面，我觉得真的太可爱了。而且我好久没有来到大安森林公园了。好，我还没有兽维的裂空座，拜托。What？ Oh man, come on. OK， 我要回去刚刚打道馆的地方，希望是兽维的。OK， 好 ，please， 没关系，慢慢来。Hi。Get back on your phone. It's almost dead. Get back on your phone. OK，Megan 在打道馆。好，那直接打，然后把宝可梦放进去。OK， 然后待会我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好，那现在已经晚上，在等这个团体战当中，因为第5代即将要出现，所以看看到底第5代有哪些宝可梦是可能会比较好用的。那我们现在看的是 Go Hub 这个文章，这些所有宝可梦都是传说宝可梦以外的。然后这个是第1段。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 Chandelure， 因为我对第5代其实没有那么熟悉，但是我知道他是谁，他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第5代宝可梦。Chandelure 的话，它是一个火属系还有幽灵属系的宝可梦，它最高 CP 是3268，攻击271。防御182，血量155，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攻击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它 CP 也是很高。目前所有这些宝可梦，我们都不知道它们会有什么样的技能组，所以这些只是猜出来。如果有这些技能组，就会有这些 stats。跟别的幽灵属性耿鬼还有其他 Tina 比较，其实 Chandelure 它的 DPS 是最高的。如果它的技能组是 Hex 还有 Shadow Ball，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DPS 非常高，但是它比较没有像吉拉缇娜有这么多耐力，所以它的 TDO 也是比吉拉缇娜低，但是至少它是比耿鬼更高。如果跟别的火属性宝可梦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现在看看，如果它是 Fire Spin 跟 Overheat 的技能组，它的 DPS 一样，它是最高的 DPS， 而且它还打败我们的 Blaziken， 但是一样，因为它 TDO 才520，所以像凤王还有喷火龙，它们还是比较高。
比较有耐力。我们看第二个宝可梦就是 Archeops 是岩石属性还有非属性的宝可梦，它的最高 CP 3331，攻击292，防御139。然后血量181，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 CP 非常非常高，但不只是 CP， 你看到它攻击真的很夸张，接近300。跟岩石属性宝可梦来比较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DPS 很高。你看它打败 Rampardos 17.6，但是一样它 TDO 就没有那么好。那我们的班吉拉它真的太强了，你看它 TDO 717，但至少我们这个 Archeops 它有打败 Rampardos， 所以还不错。那另外一个属性就是飞行属性，飞行属性的话呢，我们可以看看，如果它的技能组是 Wing Attack、Sky Attack，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 DPS 很高。TDO 的话也还好，没有办法打败裂空座还有火焰鸟，但我觉得还是很棒。如果它真的是有这个技能组的话呢，好厉害，19.33。接下来就是我们讲的第3个宝可梦 Volcarona， 这个很特别，它不只是火属性宝可梦，但是它是一个虫属性宝可梦，它 CP 很高，3632，攻击264。防御189，然后血量198，这个 CP 是目前我们看到是最高的 CP， 而且在一个虫属性宝可梦攻击超过250，真的很难得。跟别的虫属性宝可梦比较的话呢，如果它技能组是 Bug-Buzz， 它的 DPS 完全就是无敌，是最厉害的。你看，最接近就是 Scizor 是3.14，再来就是它 TDO 也是最高的，所以它比较可以承受最久的686。你看最接近也是一样 Scizor 476，所以如果 Volcarona 有很好的虫属系的技能组的话呢，那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虫属系的冠军。除了虫属系，它也是火属系，所以我们跟火属系的宝可梦来比较，如果技能组是 Fire Spin Overheat，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DPS 也非常好。那当然没办法打败传说宝可梦第5代的 Reshiram， 这个真的太无敌了，19.4。Reshiram 以外的话呢，它的 TDO 很高，680。你看它可以打败 Blaziken、火焰鸟这2个第5代传说宝可梦 Reshiram 真的太高了，1140。但到时候也要看它到底技能组会有什么样的。无论如何 ，Volcarona 它会是一个很棒、很不错的宝可梦。我们第4个传说宝可梦以外的宝可梦就是 Exactro， 它是一个地面属性还有钢属性的宝可梦，它最高 CP 3244，攻击255，防御129。血量242，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防御已经很低了，在玩家对战它不会那么好用，但是它攻击还不错，而且它血量很好。那我们先看看它跟地面属性的宝可梦来比较，如果它的技能组是 Mudslap、Drill Run 的话，它 DPS 还不错，是3.8，它有打败我们的象牙猪，但是没办法打败猎鹰。什么杀什么，反正 Garchomp 跟库拉多没办法打败他们，而且它 TDO 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关于地面属性的话呢 ，DPS 跟 TDO 都不是最好的。但是重点是它的属性，它是地面跟钢，因为它是这2个属性的话呢，非常少的属性会对它很有效，尤其如果是要对付毒属性、雷属性还有岩质属性的话呢，用它很不错。那我们最后传说宝可梦以外的宝可梦，就是我觉得今天讲到是最重要的 Conkeldurr， 它纯粹是格斗属性，它最高 CP 3337，攻击243，防御158，然后血量233，所以一样它防御没有那么高，玩家对战比较不会那么好用。但是团体战还有打道馆的话呢，它非常好用，纯粹是格斗属性。我们现在最厉害的格斗属性就是 Machamp Counter Dynamic Punch， 这个是最好格斗属性的技能组。那如果 Conkeldurr 也有 Counter Dynamic Punch 的技能组的话，它的 DPS 就打败我们最厉害的格斗属性宝可梦17.04。那当然 Breloom 它的 DPS 比较高，但是它比较容易死，所以为什么比较多人会用 Machamp？但是我们看看 Conkeldurr 它 TDO， 因为它的血量比 Machamp 更高的话，它的 TDO 就是更高723，那么 Machamp 才634，所以 Conkeldurr 如果它的技能组是好的话呢，那它就会变成最厉害的格斗属性宝可梦。大家也知道，其实 Machamp 是非常好用，不只是在道馆，而且在团体战也是很好用。所以 Conkeldurr 很期待，到时候可能我要捕捉很多它。以上就是跟你们分享在 Go Hub 里面第5代最厉害的传说宝可梦以外的宝可梦。这个是第1 part。
第2 part 到时候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们分享。那关于这5个的话呢，我觉得我最期待的应该就是刚刚讲的 Conkeldurr。另外 Volcarona 我也蛮期待，因为真的我们没有比较好的从属系宝可梦。这5个以外，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第5代宝可梦呢？以下留言告诉我，因为真的我觉得我需要开始做一些第5代宝可梦的功课。旁边的5颗星头目快要开始了，但是我要先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我刚刚滑板的时候，我就 Go Crush 一个宝可梦，兽维的，很不错哦。那我想要给 Megan 看看她的反应。I Go Crush it. Yeah. I think I'm no longer shiny queen. No, but you have a shiny 裂空座 Rayquaza. Yeah. 反正我们去打这个剩下3分钟。Oh yeah, I also got this one. Look. I told you there'd be more. 好，希望有兽维的。Okay, please， 拜托。3, 2, 1, go. Shiny, shiny, shiny. 我怕时间不够了，没关系，慢慢来。所以突破性进站，我一直没有兽维的传说宝可梦。但是另外一个更新就是在玩家对战有增加30秒的时间，蛮好奇常玩家对战的朋友们加30秒会不会比较好呢？以下有人告诉我。那今天有跟你们分享关于哪一些第5代的宝可梦可以注意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第5代宝可梦是哪一个？然后你们觉得必须要注意的是哪一些宝可梦呢？以下留言告诉我。好，接下来有很多活动，泼水节的活动8月31号清晨会结束，再来就是我们的突破性进站，一直到9月1号清晨结束。裂空座是到9月3号清晨，所以希望可以捕捉到兽维的裂空座。我们下礼拜就开始我们第1周的究极奖励，所以大家加油！如果还不知道第1周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呢？上次的影片有解释过，我也蛮好奇宝可梦大师游戏过几天就要出现了，所以你们会有兴趣，你们会想要玩吗？我这里会有投票。OK， 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按个喜欢，更喜欢就分享，想要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以及加入配对，那就订阅，你最棒，记得按铃铛。Pokemon Stop Shadow Ball， 我应该要知道暗影球对吗？暗影球